第114章洞口遇险。陡峭的山崖之上，两道人影在淡淡月光的照射下若隐若现。开始吧。前走了一步，萧炎望着那黑漆漆的山底，转头冲着那穿着一身紧身黑衣的小医仙笑问道。微微点了点头，小医仙蹲下身子，在地上捡了一些干柴，然后麻利地将之捆好，组成2只火把，在上面挥洒了一点淡黄粉末，然后从怀中取出火种，将之点燃。拿着吧。将火把递给萧炎，小医仙又从怀中掏出长长的绳子，对着后者晃了晃，笑盈盈的道：你是大男人，不会让我一个弱女子打前锋吧？举着火把，萧炎使劲地扯了扯绳子，测验了一下绳子没有问题之后，这才瞟了一眼笑意柔和的小医仙，微微摇头，淡淡道：一起下去，我不放心把后背交给一个认识不久的人。你也太没男子气概了吧？被萧炎如此怀疑，小医仙顿时有些感到愤愤不平。他平日所见的佣兵大多都颇为豪爽，像萧炎这种对他一个仅仅是普通斗者的弱女子都要谨慎对待的家伙，他还真是很少见到。我只有一条命，玩不起，为了在美人面前逞英雄，便要将自己置身险地，还是算了吧。没有理会小医仙，萧炎的话语依然平淡如水。你到底下不下去？若再拖延，天就要亮了。偏过头，萧炎微笑着问道。去。望着萧炎那可恶的笑容，小医仙只得咬着银牙，恨恨地跺了跺小脚。微微一笑，萧炎将绳子系在一棵粗壮的巨树之上，再次使劲地扯了扯之后，对着小医仙张开怀抱，过来，我自己有绳子，不用你帮忙。瞧着萧炎这动作，小医仙顿时后退了几步，俏脸泛红的羞怒道：好吧，你单独行动吧，不过先提醒一声，谁也保不准夜晚悬崖下会不会有毒蛇、蝎子啊、老鼠啊。耸了耸肩，萧炎若无其事地笑道：你这个混蛋，不得好死！一道黑影狠狠地对着萧炎甩之而来，萧炎手掌一探，将之抓进手中，望眼一看，原来是小医仙手中的那捆绳子。你手脚敢乱来，我定要把你给毒死！随着小医仙的威胁声落下，一阵香风对着萧炎迎面扑来，旋即一具柔软的香喷喷娇躯便是撞进了萧炎怀中。撞进怀中的柔软娇躯，犹如是撞在了萧炎的心间一般，让得他心头狠狠地颤了一颤。深吸了一口气，压下一些蠢蠢欲动的邪火，萧炎伸出手臂揽住了那曾经被他赞为极品的纤细柳腰，双臂紧紧地搂着那柔软纤腰，萧炎有着瞬间的失神。你还不走？就在萧炎回味着怀中软腻之时，小医仙羞愤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抱歉。萧炎笑了笑，不过话语中却并未有一丝歉意，再次紧搂了搂怀中的美人，脚尖在悬崖之上轻轻一点，两人便是径直地对着漆黑的悬崖底下投落而去。耳边传来的剧烈风声将衣服吹得紧紧贴在皮肤表面，萧炎左手搂住小医仙，右手上旋转了几圈的绳子猛然一扯，急速掉落的身形便是缓缓地悬在了悬崖半空处。长长的呼了一口气，萧炎低下头，望着那已经紧紧地把自己反抱的小医仙，不由得戏谑一笑，目光在漆黑的周围转了转，轻声道：能分辨出那山洞的位置吗？听得萧炎询问正事，小医仙这才舒缓了一些高空蹦极带来的紧张，目光在四周扫了扫，略微沉吟后，先指向一处黑暗，轻声道：应该是在那里吧。望着小医仙手指处，萧炎微微点了点头，低声提醒了一句：搂紧了。听得萧炎这话，小医仙略微有些迟疑，不过当萧炎脚尖在山壁上一蹬，身形再次狂猛甩荡起来时，他竟得赶紧一把搂住萧炎的腰，将脸埋在后者怀中，动也不敢动。萧炎脚尖不断地在山壁上点动着，借助着绳子拉扯力量，两人与那处山洞间的距离也正在被逐步地拉近。火把丢过去。再次移过一段距离，萧炎对着不远处的黑暗地方扬了扬下巴，沉声道：哦。俏脸微白的点了点头，小医仙将手中的火种对着黑暗地带使劲地甩之而去。火把甩至在山壁之上，溅出四射的火花，借助着这微薄的火光，
萧炎也模糊地看见了不远处的那隐蔽山洞。呼，见到目的地即将到达，萧炎刚欲松一口气，浑身毛孔忽然猛地一缩，心头闪过一抹警戒，脚尖在山壁上重重的一弹，萧炎的身形便是弹射而起。嗤，淡淡的破空声让夜空中响起，借助着那尚未完全熄灭的火光，萧炎终于看清了那偷袭之物——岩蛇。脸色微沉地喊出这一名字，萧炎脸庞顿时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岩蛇顾名思义，这是一种生活在岩壁之中的蛇形魔兽，级别在1阶左右。这种魔兽借助着身体扁长如翅的缘故，能够犹如猎鹰一般在空中进行着翱翔，而且由于这魔兽属性是一种变异的石属性，所以其身体坚硬如石，普通刀剑根本难以对其造成太大伤害。在平常的时日，就算萧炎单独遇上这岩蛇，也得纠缠好一番，或许才能获胜。可此时因为悬空以及怀中抱有小医仙的缘故，他根本没可能在这种地形与之抗衡，因此萧炎的脸色才这般难看。岩蛇，这可怎么办？听得萧炎的惊呼，小医仙娇躯一颤，急忙问道，他也曾经听说过这种魔兽的名头。萧炎微眯着眼睛望着那盘旋在空中三角眼释放着血腥寒光的黄色岩蛇，沉吟了瞬间后，心头微动，低声问道，你还有那种让人昏迷的药粉吗？闻言，小医仙乌黑的眼珠转了转，旋即点了点头，从怀中掏出一包粉末，将之递给萧炎，道，这是最后一点了，省着点用。接过药粉，萧炎将之全部倒入手中，然后将之紧紧握住，目光盯着那即将展开攻击的岩蛇。吃！再次一声嘶鸣，岩蛇狭窄的双翼一震，目露凶光地对着萧炎俯冲而下，巨嘴之中尖锐的獠牙泛着森冷的光泽。冷冷地望着那越来越近的岩蛇，萧炎手掌也是越来越紧。快攻击他，笨蛋！怀中见到萧炎竟然没有采取行动，小医仙急忙催促道。没有理会他的催促，萧炎依旧保持着沉默，只是体内的斗气已然开始顺着脉络缓缓地游走了起来。望着那已经几乎快要进入10米范围的岩蛇，小医仙气得直抓萧炎的背，混蛋，这次被你害死了。就在岩蛇距离两人仅仅只有10多米距离之时，萧炎终于有所动作，只见他紧握的手掌猛然探开，掌心中凶猛的劲气携夹着白色粉末，犹如一道白色剑气一般，重重地与岩蛇撞击在了一起。白色粉末与岩蛇相撞，顿时爆成了满天粉末，然后将岩蛇包裹进了其中。扑腾！黄色影子在白色粉末中挣扎了片刻之后，便是浑身僵硬地从空中跌落而下，重重地砸进了那深不见底的山谷之中。望着那消失在黑暗中的岩蛇，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这种高度，即使他体如岩石般坚硬，也应该会变成肉酱了吧。抬头看了看那漂浮在半空中的白色粉末，萧炎手掌再次挥出，狂猛的推力劲气顿时将之一扫而空。没想到你除了欺负女人之外，还真有点本事。虽说萧炎在对战中取了巧，可见到这家伙竟然能够在这种危险时间还如此镇定，小医仙却是有些对他感到刮目相看。淡淡笑了笑，脱离了危机之后，萧炎这才抱着小医仙慢慢地降落到了那处山洞之外，望着洞口处密布的碎石与怪木，眉头皱了皱，旋即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又得做一回苦力了。手掌缓缓探开，萧炎深吸了一口气，心中一声低喝，吹火掌。随着喝声落下，巨大的推力从掌心中喷薄而出，犹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将那一堆堆互相盘结的碎石与怪木吹进了漆黑的山涧之中。做完这一切，萧炎额头上浮现许些冷汗，呼吸也是略微有些急促。在背上漆黑巨剑的压抑之下，他能够动用的斗气不足气旋中的10之6七。在略微顺了几口气后，萧炎将目光投向了那已经被清除了遮掩的山洞。没有了树木与碎石的遮盖，接着淡淡的月光，萧炎与小医仙终于是近距离地看见了这所前人所遗留的山洞。洞口并不宽，仅能容2、3人通过。洞内一片黑暗，
不过却隐隐有着淡淡毫光散发，看上去颇有几分通幽的神秘之感。在洞口的四周有着不少的刀刻般的痕迹，不过或许是由于岁月的久远，导致这些刀刻变得极为的模糊，若不是萧炎视线锐利，或许还真发现不了。终于到了，有些兴奋地笑了笑，萧炎抱着小医仙，脚尖在山壁上最后一次借力，两人的身形划过半空，最后稳稳地落在了山洞门口处。落地之后，小医仙迅速脱离了萧炎的怀抱，然后俏丽含喜地打量着洞口。走吧，看看能得到点什么东西，希望不会让我失望。对着小医仙微微一笑，萧炎从身上掏出火折子，然后率先对着漆黑的洞内小心行去。望了望那漆黑的山洞内部，小医仙有些踌躇，片刻后跺了跺脚，咬着银牙跟了上去。